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中野詹姆斯修一先生所著的《医生说要运动时最先看的书》这本书。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每天都有坚持运动吗？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健康非常重要，这已经不言而喻了。虽然我们在知识层面上明白这一点，但真正能够持续运动的人并不多。我认为很多人都深有同感，在这个忙碌的现代社会里，许多人很难抽出时间来运动，甚至连每天的生活都觉得很勉强，根本没有运动的余力。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此，今天我想推荐一本书，特别适合那些虽然知道运动重要，但却迟迟无法开始或者无法坚持下去的人。随着我们年纪增长，身体各个部分难免会出现不适，在健康检查中也容易出现各种指标异常的情况。这时，医生往往会建议我们进行运动，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未能养成充分的运动习惯。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岁至64岁之间拥有运动习惯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4人缺乏运动习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部分，消除全身疼痛，并通过每天伸展特定部位保持一生的健康行走；第二部分，每天只需2分钟，效果显著，即使再忙也要做的性价比超高的神奇运动。接下来是第一部分，如何消除全身疼痛，并通过每天伸展特定部位保持一生的健康行走。很多人即使在健康检查中被医生告知要运动，但仍无法开始运动。他们通常会给出以下几种理由：1. 太忙了，没有时间运动；2.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3. 运动时身体会感到疼痛；4. 不太喜欢运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提供一种简单快捷的运动方式，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即使再忙的人也能轻松完成。如果能满足这些条件，对运动没有兴趣也不会成为大问题。因为即使不喜欢运动的人，一旦开始运动后，感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和舒畅感，并且身体状况显著改善时，他们就会从心底里感受到不运动真是太可惜了。只要能够通过运动切身感受到身体变好的实感，大家自然就能够坚持下去，从而过上无压力、充实的生活。我认为，在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就是运动时身体会感到疼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关节和骨骼难免会变得脆弱，导致身体的各个部位容易疼痛。如果在有疼痛的情况下开始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最糟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受伤。因此，我希望大家在开始运动前，先从缓解全身疼痛这一点着手，这将成为迈出健康第一步的关键。只要疼痛减轻了，大家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运动。接下来，我想向大家介绍3种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伸展运动，它们能够帮助您消除疼痛并保持健康，直到老年依然能够行走自如。首先，千万不要做跟腱拉伸。50岁后，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最有效的血液循环改善伸展运动。2. 肩膀僵硬和头痛瞬间消除，在座位上就能完成的极致享受伸展运动。3. 让您重回20多岁的轻快步伐，消除膝盖疼痛的神奇礼物。接下来，大家可以去社区里面参考图片，我将逐一详细解说这3种伸展运动，希望大家能在观看视频时跟着一起做，享受运动的乐趣。首先，我来介绍第一个运动。千万不要做跟腱拉伸。50岁后，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最有效的血液循环改善伸展运动。根据书中的作者所说，最适合消除身体疼痛的方法，无疑是通过伸展运动。您可能刚下定决心开始运动，但如果因为运动而受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尤其是很久没有运动的人，他们在重新开始时很容易受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往往是在准备运动阶段受伤的，而不是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准备阶段
包括热身和伸展运动。尽管大家都是为了避免运动中的受伤而做热身和伸展运动，但却有不少人反而在这个阶段受伤。特别是站立状态下突然做前屈这种错误的伸展运动会引发问题。站立状态下的前屈，首先会让腰椎弯曲，并导致身体前倾。但当弯曲角度达到大约50度时，单靠腰椎已经无法继续弯曲，此时会以髋关节为支点，使骨盆倾斜。然而，平时不运动的人，髋关节往往不能灵活运作，会损伤关节。很多运动不足的人，大腿后侧肌肉紧绷，导致骨盆无法倾斜。因为骨盆倾斜需要拉伸大腿后侧的肌肉，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前屈不仅会过度拉伸大腿后侧的肌肉，还会对腰椎造成负担，从而导致腰腿部受伤。另一个常见的危险伸展运动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跟腱拉伸。很多人误以为是在拉伸跟腱，但事实上，跟腱并不是可以伸展的，它就像捆扎的细线一样，无法伸缩。所谓的跟腱拉伸，实际上是在拉伸附着在跟腱上的小腿肌肉。如果在小腿肌肉未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做这种拉伸，真正被拉伸的将是跟腱本身。原本不应该被拉伸的跟腱会因此被强行拉长，进而造成断裂，这样导致轻微跟腱撕裂，甚至不能行走的人数不胜数。为了避免运动前因热身或伸展运动导致的受伤，我们需要在热身前先进行预备运动，这就是所谓的暖身运动。您可能听说过，伸展运动分为静态伸展和动态伸展两种。静态伸展就是大家常规理解的那种在不动的情况下拉伸身体的伸展方式，而动态伸展则是通过身体的运动来伸展全身的运动方式。它的好处是能让身体充分热起来。无论我们准备进行何种运动，都必须优先进行髋关节周围的动态伸展，因为无论是跑步还是其他运动，我们都需要大幅度活动髋关节。髋关节的动态伸展应从关节旋转开始，切勿直接进行拉伸。我们的髋关节结构是股骨嵌入骨盆中的大孔，并且骨盆和股骨之间充满了类似润滑油的关节液。通过髋关节的动态伸展，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大量分泌，使关节的运动更加顺畅。年轻时，即便突然开始运动，也能分泌足够的关节液，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分泌能力逐渐下降。如果在关节液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活动关节，很容易导致关节损伤，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用于热身的髋关节旋转运动的方法非常简单，以一只脚为支点，另一只脚像跨越栏杆一样进行关节运动。刚开始时，不要试图跨越太高的栏杆，最好从低栏开始，然后逐渐提高栏的高度。通过这样移动下半身，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仅左右各做20次就能感受到身体开始发热。接下来是第二项，它能迅速消除肩颈僵硬和头痛，而且只需坐着就能完成。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腰痛和肩颈僵硬在所有有自觉症状的病症中位居前列。这类骨科疾病的疼痛很容易转为慢性，即使在医院接受药物治疗或按摩后，疼痛暂时消失，过一段时间也会再次复发。在腰痛和肩颈僵硬中，现代人尤其容易受到肩颈僵硬的困扰，长时间使用电脑或过度使用手机，使得肩膀僵硬度不断增加，肩颈僵硬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研究还表明，压力和眼疲劳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肩颈僵硬。如果肩颈或颈部仅轻微紧张，通过拉伸等方法或许能暂时缓解。然而，肩颈僵硬若不解决根本问题，很容易再次复发。更糟糕的是，严重的肩颈僵硬不仅会引起疼痛，还可能引发头痛或恶心。肩颈僵硬的根本原因在于肩膀和颈部周围的肌肉僵硬，导致血液循环不畅。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这是因为支撑我们头部重量的肌肉力量会逐渐减弱。我们的头部大约有5公斤重，
主要由颈部和肩部的肌肉支撑。随着这些支撑肌肉的退化，其他部位会被迫承担额外的负担，肌肉因此常处于紧张状态，血液循环不畅，最终导致肩颈僵硬。请试着在这里挺直背部，调整姿势，保持几分钟，你会发现某些部位开始感到疲劳，那正是您肌肉力量减弱的地方。为了改善和补强这些部位，接下来将介绍缓解肩颈僵硬的动态拉伸运动。如前所述，动态拉伸是在活动身体的同时进行伸展的拉伸运动。通过运动，不仅能使身体暖和起来，同时也能锻炼肌肉。因此，对于因肌肉力量下降引起的肩颈僵硬，动态拉伸非常有效。我觉得其中一种效果最好，现在精选出来介绍给大家。我要介绍的是肩胛骨的圆周运动。这个动作非常简单，首先将双手放在身体前方下方，然后慢慢地将它们向上举起。当手到达头顶时，翻转手掌并慢慢地收回手肘。当手回到脚部时，再次在下方合掌。重复这个动作约20次。感觉如何呢？是否感到肩部和颈部的疲劳感消除了，心情也变得清爽了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3项旨在缓解全身疼痛并保持行走能力的伸展运动。这是一种可以让您走路轻松如20岁时的神奇礼物，专为缓解膝盖疼痛设计。很多人可能不仅肩膀痛，还被膝盖疼痛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推荐一项可以让膝盖重返青春的绝妙锻炼。很多人都知道步行对健康有益，但由于膝盖疼痛，无法坚持下去。这种情况下，不应勉强忍痛步行，而是应该从缓解膝盖疼痛开始。膝盖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动作中，承担着支撑身体重量和吸收来自地面的冲击的作用，因此膝盖本身承受着巨大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逐渐对膝盖造成损伤，继而引发膝关节骨关节炎这种疾病。这种病症会导致膝盖关节变形，无法顺利弯曲。据推测，患有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人在全国超过2500万，男女比例为1:4，女性占绝大多数，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主要原因是膝关节的老化。然而，阻止膝关节老化并非易事。决定关节活动性的关节软骨是没有血液供应的组织，因此，无论多么注意饮食、摄取营养，这些营养都难以传递到软骨。大家可能听说过多摄取胶原蛋白对关节有好处的说法。胶原蛋白是构成关节缓冲的主要成分。人们认为摄取胶原蛋白对关节健康有利，然而关于这一观点，至今仍存在各种争议，尚无定论。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我们食用它时并不会直接以胶原蛋白的形式吸收，蛋白质经过各种消化酶分解后，大多以氨基酸的形式被吸收，而这些氨基酸是否会重新合成胶原蛋白并返回关节，尚无确切证据。更为复杂的是，虽然人体的氨基酸种类仅有20种，但体内的蛋白质种类却多达10万种以上。因此，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吃多少胶原蛋白，关节状况都不会改善。您可能也看过一些文章，称口服胶原蛋白毫无意义。然而近来，这种胶原蛋白无效论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一些实验表明，胶原蛋白可能以胶原肽的形式吸收，而不是完全分解为氨基酸。这些胶原肽可能重新合成胶原蛋白，但它们并不一定会到达关节，因为胶原蛋白分布在全身各处，包括皮肤。因此，关于摄入大量胶原蛋白是否能让关节润滑、皮肤弹性恢复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因此，仅依靠饮食来缓解关节疼痛，仍缺乏科学证据，有些风险。因此，我推荐通过肌肉力量来弥补关节老化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关节的负担。现代医学认为，一旦膝关节软骨磨损，就无法将其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因此，为了保护膝关节，必须通过锻炼膝周围的肌肉来减少关节的负担。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因膝盖疼痛导致日常活动量减少，从而陷入肌肉衰退、关节负担增加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建议大家尝试以下减轻膝关节负担的锻炼。虽然是锻炼，但绝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今天要介绍的是一种可以坐在椅子上轻松完成的简单训练——腿部伸展运动。首先，浅坐在椅子上，用双手抓住座位两侧以支撑身体，然后在4秒内抬起一条腿，直到膝盖完全伸直。接着再用4秒钟缓慢将腿放回原位。每条腿做20次为一组，左右腿各做2组。通过这种方式，膝周围的肌肉会逐渐增强。当膝盖周围的肌肉得到了适度的锻炼后，即使稍微进行一些步行活动，膝盖的疼痛感也会有所减轻。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方法，希望膝盖疼痛的朋友一定要尝试。接下来是第2部分，每天只需2分钟，效果显著。即使再忙，也要做的性价比超高的神奇运动。无论多忙，也建议每天都坚持做。在第1部分，我介绍了针对因身体疼痛而无法开始运动的人的预备运动。当疼痛缓解后，就可以开始正式的运动了。然而，很多人由于忙碌，即使预备运动也只能勉强完成。具体来说，就是饭后可以有效控制血糖的室内散步，即使在雨天也可以轻松完成。接下来，我将具体讲解这种高性价比的超短时间运动——饭后散步。为了快速获得健康效果，我推荐饭后进行有氧运动。大家应该听说过糖尿病，这种疾病被称为百病之源，可引起神经损伤、视网膜病变，甚至肾病等多种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疾病。然而，糖尿病的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很多人在健康体检时被诊断为糖尿病时会感到非常惊讶。因此，为了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控制每天血糖波动幅度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饭后1小时左右是血糖的高峰期，因此抑制饭后血糖的上升是预防糖尿病的关键。为了有效抑制饭后血糖上升，在餐后1小时内进行运动是最有效的。对于每天吃3餐的人来说，理想状态是每天运动3次。大家可能听说过，有氧运动要进行20分钟以上才有效。如果每天饭后3次各进行20分钟的步行，那就需要花费1小时，再加上之前介绍的预备运动，很多人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然而，对于这些忙碌的人，有个好消息，研究表明，饭后仅2分钟的步行就能有效降低血糖水平。爱尔兰利莫里克大学的研究显示，饭后只需2分钟的轻度运动，就可以显著改善血糖水平。最推荐的就是饭后2分钟的步行，即使每天进行3次饭后步行，也只需6分钟。无论多忙，大家应该都能为健康挤出这6分钟吧。只需2分钟，不用出门，在家中绕1圈就可以完成。请在饭后站起来，在桌子周围走上2分钟。每一个小小的行动累积起来，都会为健康带来积极的改变。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